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再继续说一下比特 mix 这个交易所。呃，第一步我们将近介绍了一些比特 mix 的这些注册在这里注册，然后要提前准备一些东西国内的翻墙等等等等会用 Google， 会用谷歌验证，不要用美国、加拿大还有这些地方的 IP。昨天我们只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交易怎么买入、怎么卖出怎么做空怎么存款。今天我详细一点介绍这个限价交易的操作还有一些它这个比特 mix 的提供的永续合约什么意思它所谓的这个永续合约呢，就是跟一般的期货合约有一点点小区别，因为一般的期货它到期是要交割的，但是呢，它这个永续它是自动给你展期的，它不需要这个就到期了不需要那个交割但是呢，它每8个小时呢会产生一次资金费用每8个小时会收一次资金费用。这个资金费用呢，只要你持仓，你就有可能获得资金费用，或者支付资金费用。就说只要你持仓，跟它的资金费率是相一致的话，你就会收到钱。如果你跟它相反的话，你就会支付钱。这个是跟其他的期货不太相同的地方。大家只要记住，每8小时你持仓，只要你持仓，你有可能收钱，也可能花钱。这个收多少花多少，这个是收还是花，就跟你持仓是空仓还是多仓有关系。这个多少也是跟这个市场有关系，它是变化的有时候可能0.1%，有时候可能是0.1%这个变化是每8个小时变一次。好，然后我们再会这个资金费，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查到可以在这查到你像这个，它会有个解释，你把鼠标放上来，它会有个解释也就是资金费率的意思吧。它的意思就是说，资金费率是下一个资金时段的资金费率，这是多仓需要付给空仓的费率就是说在交易人员之间给钱跟交易所没关系，这个钱不是交易所给，也不是你给交易所这是交易人员之间给，互相给多仓给空仓如果该数值是负值，那么代表空仓给多仓那么我看现在这个费率是负的0.165它的意思就是说，代表这个如果你是持有空仓，那么你就要支付这个0.165%的费率但是如果你是持有多仓，那么你就获得这个0.165%的费率就是你赚钱就是哪怕这个价格是没变的只要你持有这个多仓，你就会收费收到一些资金费率每8个小时来一次每8个小时变一次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保证金交易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特 mix 提供了高达100倍的杠杆就是保证金交易嘛。这意味着你可以购买价值多达100个比特币的合约，而仅需1个比特币来支持它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比特 mix 里面有1个比特币比如说是我这样的，我现在的你看这个价格总的就是1.01个，就是将近1个比特币，那么你就可以操作100个比特币的合约比如说我看多，我就会买入1个比特币的合约，但是呢，我可以买价值100个比特币的合约。如果涨了，那么我的利润就是比我们现货赚到的利润就要多100倍比如说你用1个比特币在现货操作上赚了0.1，那么如果你在这里同样的操作、同样的判断、同样的趋势，你开100倍的杠杆，你就能赚到10个比特币当然这是那么它反过来这个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开100倍杠杆，那么你就很容易被平仓所以它的解释的就是说，高杠杆可以加速盈利，但也可能加速损失它是个双向的保证金交易，我们现在就具体说一下这个限价的保证金交易比如说现在我
要开个买入一点点啊，比如说3387啊，我把这个我想买入的这个这个价值输100啊，那就表示我要买$100的比特币的合约。这个价格3387啊，假如3387，那么我选择稍低点吧，也等会儿会过的啊。我点击这个买入啊，买入它会有个提示，委托价值是这么多，然后成本是这么多，因为我开的是50倍的杠杆可用余额是这么多。那么我们选择不同的杠杆呢，它会有变化，这个成本会变化，然后这个预期强平价格会变化啊。你杠杆开的越高，那么你的成本就会越低，你强平价格就会越接近现在这个价格。如果把50倍的杠杆调整10倍啊，它的成本会有变化，变得成本就提高了啊。但是这个强平价格呢，就离我远了啊，就是强平的价格就很低了啊，就远离我现在的这个价格了。这就是杠杆啊，你可以随便调，就是你在成交时候可以随便调啊。你的杠杆调整的东西就会影响到你的成本和你的强平价格啊，它两个是相当于成反比的啊。但是呢，你调整杠杆的时候，你的委托价值和这个可用余额是不会变的啊。当你的可用余额变成0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做任何委托了啊，就是你不能卖不能买了啊。好，我现在调25吧，无所谓啊，这个无所谓。这个杠杆因为我的这个价格比较小嘛，而且只买了$100的，所以的这个倒无所谓啊。我现在是多少？86.5啊，这已经过了啊，现在我这个价格已经比较过了，我选86吧，选86，然后点击买入啊，这样的啊就买成功了啊。我的这个如果有的话，我这字是棕色的啊，就是我有提交这个限价买入的这个说明我这儿有一笔钱啊，在这里放着啊，等待成交。当然，先提交的就是先成交，后提交就后成交，这个意思。如果你我这儿还有一笔啊，也是3383限价啊，提交了。但是如果你不想要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取消掉啊，点这个叉就取消掉啊。旁边一个小红叉，它这个就是我们限价交易里面这个杠杆的东西啊，就你可以调整杠杆，然后调整你的成本和你的平仓价。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市价成交和限价成交的一个东西啊，这两个东西最关键的就是它所谓的叫做提供流动性啊和获取流动性啊，在这个BitMEX里面它是这样定义的啊，限价成交它就称之为是提供流动性啊，它就不收你钱。不收你交易费，啊，市价呢叫获取流动性，这个里面它是会收你钱的，啊，限价成交呢它是被动的，啊，要等，看你价格判断怎么样，要等待，啊，市价成交是立刻成交，啊，就不用等，只要你点买入卖出，它立马就给你成交了，啊，但是这种交易呢，它就是要收你手续费的，啊，这个费用是多少呢？这个费用还是不低的，我们可以查一下它的费用啊，点下面。在这里，永续合约的这个费用，它称之为我们只看比特币啊，它称之为提供流动性费率和提取流动性费率。所谓的提供流动性费率，我就理解就是限价成交啊。如果你提交的是限价成交，那么你成交之后，它会给你钱啊，因为这是负的，它会给你钱啊。但是如果你是叫提取流动性啊，就是你市价成交，那么你就要给他钱。给他钱就是7.5%啊，这样。所以大家在这个尽量不要用市价成交啊，它这个费率设置也就是不想让你用市价成交啊。大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也是多用限价成交啊。好，今天大概就介绍这几个吧，一个是杠杆，一个是永续，一个是市价成交和限价成交的东西。今天先介绍一点这些东西，大家可以试着用一下。好，谢谢大家。